他可能是最焦虑的年轻警察，心情紧张的他一夜未眠，因为他刚刚被调进了最热门的缉毒组，而今天就是他第一天报道的日子。本来就紧张的他，一大早突然接到了缉毒组老大打来的电话，约他上午10点不在警局，而是在咖啡馆见面。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个名叫杰克的男人更是焦虑万分。可美丽的妻子却告诉他，今天是个好日子，他一定可以通过试用期。杰克在咖啡馆见到了他的新上司，他的穿着不像是一个警察，反而像是在西海岸混的说唱歌手。这个叫老丹的缉毒组老大，性格乖张跋扈，看报纸的时候不允许杰克说话，搞得这个新人畏畏缩缩，不知所措。而且他讲话丝毫不留给这个年轻人任何情面。In those pockets of money, look in either one of them, pay the bill. 老丹带着杰克离开了咖啡馆，他的座驾是一台1979年雪佛兰蒙特卡洛，这辆车外形酷炫霸气，看得杰克羡慕不已。杰克以为老丹是要带他回警局的办公室。In the office, baby. 随着按下按钮，汽车立马变成了炫酷的运动模式。老丹的做派完全刷新了杰克的认知，这哪里还像个警察，完全就是街头黑帮大哥的样子。但随即老丹的一席话让杰克喜笑颜开，今天就是他的训练日，老丹会带他在街头体验缉毒组是如何办案的，他会把自己的一套方法全部教给他，照他说的做，就可以早日升级为探长。新人小白杰克马上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老丹看着眼前的杰克，感觉这只羔羊已经慢慢进入了自己早就谋划多时的圈套里。他首先带着杰克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小路里。他要让杰克亲眼目睹一场毒品交易，而此时接对头的小混混就是他的线人之一。老丹对这些小毒贩一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赚点钱，还能给自己提供大余的情报。而他在讲述的时候也一直偷偷观察杰克的表情。一辆漂亮的甲壳虫开了过来，几个年轻人向小毒贩买了东西。老丹决定上去带杰克好好体验一下，但他没去抓那几个小毒贩，反而是直追甲壳虫。终于在一个大桥下急刹车把甲壳虫逼停。老丹带着杰克拿着枪对准了几个惊慌失措的年轻人，在老丹声色俱厉的威逼下，几个年轻人被吓得不轻，他们乖乖交出买到的所有大麻。看着几个年轻人吃瘪的表情，回到车上的老丹乐得哈哈大笑，他似乎很喜欢这样故意捉弄这些年轻人。他随便一闻就知道没收的大麻都是次等货。杰克看到他把一根烟嘴放到嘴里，以为他要抽一口这玩意，可没想到老丹把东西递了过来，他要杰克现在就抽一口。作为警察的杰克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他当缉毒警就是想抓毒贩，他怎么可能会自己抽这玩意？他让杰克滚蛋，让他滚回自己的温室里去。被老丹骂作孬种，血气方刚的杰克哪里受得了这般刺激，于是他咬咬牙，接过烟斗狠狠地抽了一口。老丹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还不停地催促杰克再多吸几口。可怜的杰克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踏入了专门为他设下的死局。没过多久，杰克就有了反应，他的头开始昏昏沉沉，看什么都失去了焦点，整个人都陷入了云里雾里。而这正是老丹想要的结果。而直到这个时候，老丹才告诉杰克，他吸食的东西学名叫苯环利定，简称屁毒品。而这种东西，老丹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抽过。而今天正好整个警局要做尿检，一旦杰克被查出来，就会被直接开除。杰克这个时候才察觉大事不好，他被眼前这个上司给故意陷害了。但老丹却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他就是想让这个年轻人有把柄在自己的手上，这样他才好控制他。紧接着他开车来到了一处别墅前，他带着杰克来见见他的另外一个线人，一个即将隐退的大毒枭。他想让毒枭朋友看看他新带的小弟怎么样。看着已经昏头昏脑的杰克，老头知道这小子又被老丹给耍了，但喜欢看球的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杰克，是以前高中联赛的黄金球员。而老丹也没想到眼前这傻小子竟然还有这么辉煌的经历。毒枭老头也许是爱惜杰克是个人才，他故意给他讲了一个蜗牛的故事。一只蜗牛被人丢到院子里，石头撞破了蜗牛的壳，但这只蜗牛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一直爬呀爬，最后又爬回了人的面前。老头给了杰克一个暗示，听懂了这故事，
就明白了在道上混的规矩。老丹开着车带着菜鸟继续行驶在路上，头依旧昏沉沉的杰克努力看着这窗外的风景，让自己不再昏睡过去。而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路边一条巷子里2个人正在对一个女孩施暴，他赶紧大声叫停老丹的车，拿出枪急匆匆地跑了过去。杰克一个人对付2个流浪汉，而老丹就站在路口，远远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想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少能耐。杰克就像一个扛打扛揍的小强，硬是一个人干翻了2个壮汉。等他制服了2个人，老丹才姗姗来迟。这个时候他开始来主持大局，他让被欺负的女孩回家先离开现场，然后给2个流浪汉搜身，把他们身上仅有的几10块钱都搜刮得干干净净。杰克本来以为是要抓这2人去警局坐牢，可没想到老丹只是拿着枪，耀武扬威的语言威胁了一下2人，然后离开了。这2个小混混还不值得他抓到牢里去。杰克很不理解老丹的做法，但他是老大，也只能闭嘴看着。他在临走时看到路边有刚才女孩掉落的钱包，处于职业习惯的他捡起来带走，也许可以当成证物。殊不知他这一个习惯在后面救了他一条命。在车上，老丹看到杰克闷闷不乐，知道他对刚才的事情不理解。他告诉杰克，有时候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像这样的小混混还不值得费力气抓进牢里，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们自相残杀，在街头自生自灭。但是一心向往正义的杰克不敢苟同这样的理念，他渐渐感觉眼前的缉毒组老大以暴制暴的做法他不太能接受，而老丹看一上午把他折腾得够呛，于是决定带着小子来一次真正的毒贩抓捕。他开车来到热闹的街上，让杰克故意找一个坐着轮椅的黑大哥购买小药丸，但是这黑大哥一眼就看出2个人是警察，赶紧推着轮椅一溜烟的跑了。2个人一直追到一间假发店里，杰克在他身上没搜出小药丸，只搜到了一把枪，但没想到经验丰富的老丹只用一根圆珠笔戳了一下黑大哥的喉咙，便让此人呕吐不止，把刚才吞咽的小药丸全部都吐了出来。这下黑大哥无法抵赖了，在老丹的威逼下，他不得不供出自己的上线，是一个叫萨德曼的人。老丹于是打电话给局里的人，查到萨德曼的地址。根据调查得知，萨德曼已经在牢里，但老丹还是开车来到了他的所在位置。杰克不明白来这里干什么，但老丹似乎自有他的安排。他们闯进了萨德曼的房间里，屋子里只有女人和小孩。老丹让杰克拿着枪在客厅看着手无寸铁的2个人，而他自己则进入了里屋，翻箱倒柜找东西，直到杰克看见，他偷偷往自己的腰间塞了东西。然后老丹走出里屋，一脸歉意地说自己什么都没找到，然后云淡风轻地带着杰克离开了。女人找老丹要搜索证，可没想到拿到手里的竟然是一张电器的说明书。他知道自己被耍了，家里所有的钱都被这个黑警给偷了。女人大喊大叫地跑出房间，吸引了附近无数个黑人。这些人拿着枪朝老丹这边冲来，老丹眼看情况危机，反而是掏出了双枪，直接硬碰硬的和来人对轰。这个黑人警察异常的彪悍，直到杰克慌忙地启动了汽车，他才上车扬长而去。杰克再一次表达了对老丹做法的不认同，而这一次老丹则给了一条路让他选择，要么是当一条和他一样的狼去打击毒贩，还是成了一名在高速路上帮人修车的可怜小警察。在巨大利益冲突面前，杰克再一次沉默了，他默默回到了老丹的车上。理想和现实的再一次交锋又输了。这一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中午，老丹开车来到了满是黑人居住的街区，这里是毒贩的大本营，叶林帮的地盘，一般人可不敢来这里。可没想到老丹的车长驱直入，直接在街道的尽头停了下来。这里的人都认识老丹，对他毕恭毕敬，但是背后却向他吐口水。老丹带着杰克来到了一个房子的门口，开门的是一个性感美丽的少妇，原来她是老丹包养的情妇之一。她在这里还有个儿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杰克和小孩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连老丹站在他面前也不知道。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里，老丹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舒服，但这也只是他4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并没有留给这小孩太多的感情。杰克的训练日还在进行中，老丹带着他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在这里向他介绍了3个警界的高层大佬，然后他就让杰克坐到一边，他要和大佬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原来高层大佬们早已经听说老丹惹了个大麻烦，他在上一周惹到了俄罗斯黑帮的人，对方已经下了追杀令，而截止时间就是在今天，但老丹却告诉他们还有方法解决此事，他只需要去搜刮他的线人的钱出来就能度过此劫，但是需要几位大佬的支持。
在得到大佬的点头之后，老丹在餐厅附近找到了大佬的汽车，把刚刚上午偷来的赃款放进了后备箱，而这一切都被杰克看在眼里。老丹再一次告诉了他警戒的黑暗生存法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钱是用来买搜查令的。杰克再一次看到了肮脏的一幕，他跟在老丹身边，看到的全是黑暗肮脏的世界。老丹叫来了他的4个手下，他们要正式开始一场行动了。一行人穿着防弹衣，拿着武器闯入了一个豪宅里，而这里竟然是上午杰克见过面的老毒枭的家。原来老丹所说的要搜刮的线人，就是他这个多年的朋友。老毒枭不知道他这个朋友第2次来想要干什么，而老丹则把所有的锅都丢给警界的高层，高层们想要收一笔税来吃喝玩乐，而他只能奉命行事。他带着杰克来到了里屋，他让杰克在地板下面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果然埋着一个大箱子，而箱子里面装的是满满当当的美钞。老丹看到一箱子钱喜出望外，这下大家都发财了，这笔400万的巨款他要抽出100万出来，但没想到杰克却不想要钱，这一下所有人的笑脸僵住了，不拿钱那就不是站他们这一边的。老丹眼看气氛不对，及时打了圆场，他先替杰克把这钱收着，这一趴才算是过去，钱拿到手了。但是老丹并没有想放过老毒枭，他让杰克坐到他身边，然后将对面的人打死。老毒枭笑了，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他让杰克快点动手。杰克以为老丹是开玩笑，毕竟对方在上午可还是和他勾肩搭背的兄弟，但没想到老丹一脸严肃，似乎并不是在和他开玩笑。老丹眼见他迟迟不开枪，索性自己一把拿过枪来，对着老毒枭就扣动了扳机，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此人在自己面前慢慢咽气而亡。然而这还没有完，经常黑吃黑的他开始和手下们对口供，他甚至还对站在门口穿防弹衣的手下开了2枪，来使现场变得更加真实激烈，这样他们这几个人还可以拿到1枚奖章。杰克到最后都没想到，老丹串供的证词里，最后开枪杀人的角色竟然强加在他自己的身上。I didn't shoot him. A room full of cops said you did. 杰克不想承认，因为他根本就没开枪杀人，但没想到老丹竟然拿枪对准了他，不承认也无所谓，干掉他也是一样的结果。可没想到杰克一把就抢过他手里的枪，反客为主对准了老丹，这一手让老丹也始料未及，没想到眼前这个任他玩弄宰割的绵羊也会反水，眼看形势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老谋深算的老丹赶紧让众人住手，他又开始语重心长地对杰克洗脑。原来老丹为了这一天已经整整谋划了1个多星期，他专门提拔了一个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杰克上来，让他嗑药，带他参加黑吃黑的行动，就是为了把一切都栽赃到他身上。如果杰克不反水，选择同流合污，那是最好的结果。老丹还会以正当防卫的由头为他申请1枚奖章，如果他要反水那也没用，警局做尿检会发现他是个瘾君子，而在场的5个资深警察都会统一口径，说他开枪杀人。他再一次让杰克自己做选择，杰克没有办法，横竖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事，他只能再一次做出了违心的选择，他放下了枪。在这一天里，他已经无数次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是老丹带着他逐渐被这个黑暗世界的游戏规则所改变。大量的警察包围了毒枭的豪宅，杰克冷眼看着老丹这群人谈笑风生，他再一次的被这个黑人老大叫上了车。老丹看着眼前这小子，一脸愤恨的样子，似乎并没有真正的顺从他的意思。他警告杰克最好不要乱来，他再一次和杰克宣扬他的那一套黑暗生存法则，并且假惺惺的哄骗眼前这个不服不忿的小子。稳住杰克后，老丹带他来到了墨西哥黑帮盘踞的据点。他带着杰克见到了帮派的首领小胡子，他让杰克在房间里等他，而他去上一个厕所。杰克于是就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小胡子和手下玩牌。眼见老丹半天不出来，小胡子于是邀请杰克跟他们一起玩2把。可没想到紧接着小胡子就告诉他，其实老丹已经走了，他已经被老丹卖在了这里。杰克赶紧看向窗外，果然路边原本应该停着老丹的车已经消失不见了。原来老丹给了小胡子一大笔钱，做了交易，让小胡子干掉杰克。而小胡子看杰克这小子可怜，也告诉他这其中真正的原因。
原来在上一周，老丹在赌场干掉了一个俄罗斯人，但没想到这个俄国佬竟然是黑帮的重要成员。这下老丹算是捅了篓子，俄罗斯黑帮让他拿出100万出来，要不然过了今晚就会干掉他。所以这就是老丹为什么处心积虑弄这么一个局的原因。而杰克就是他这个局里的重要棋子，现在钱到手了，他这颗棋子也可以扔掉了。眼见自己情况危急，杰克又想着先出手扭转乾坤，但无奈对方3个人都不是吃素的，一瓶子就把他砸倒在地。杰克被拖进了浴缸里，就在小胡子准备动手干掉他的时候，光头想要先给他搜个身，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马上递给了小胡子看。原来照片上的女孩竟然是小胡子的表妹。小胡子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表妹的钱包为什么会在杰克的身上。于是杰克赶紧将上午他从2个流浪汉手里救出被施暴女孩的事情讲了出来。本来想一枪打死杰克的小胡子，最终还是被杰克一句话给叫停了。因为他也有一个女儿，小胡子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他要打电话问他表妹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结果一通电话打完，表妹说的话完全和杰克吻合，这下小胡子下不了手了。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他把杰克拉了出来。这个黑帮头子还算是有情有义的男人，他这一次放过了杰克，但杰克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此刻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他就像老毒枭说的那样，此时的他就是一个被摔破了壳的蜗牛。但即便如此，他爬也要爬到老丹的面前。深夜，他又回到了叶灵帮的地盘。帮派首领看他拿着枪来找老丹，似乎来者不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阻拦，反而让开一条路让杰克进去。杰克悄悄来到屋子外面，他看到老丹的儿子就坐在客厅里，已经把杰克当成朋友的小男孩看见杰克就笑了，在杰克的示意下悄悄地给他打开了房门。杰克进了屋子后，让男孩躲进柜子里，他慢慢摸到了卧室门口，然后出其不意一下子闯了进去。老丹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小子竟然还活着，他还想假惺惺地套路杰克，但此时的杰克已经完全不再相信他，他要带着老丹手上的赃款离开，可他还是小看了老丹。一场蜗牛和饿狼的对决开始了，2个人在房间里互相射击，可没想到小男孩这个时候竟然从柜子里跑了出来。老丹当着自己的儿子面就开枪，完全不顾他会不会受到伤害。杰克一把抱走了男孩，把他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再看向走廊时，结果少妇跑了出来，原来老丹早已经爬窗逃跑了。杰克赶紧也爬上了屋顶，他看见老丹的身影一闪而过，跳到了对面的楼房上。杰克也追了过去，可是他却差点掉下来，好不容易费力爬上了阳台，却被突然出现的老丹一拳揍了过来。2个人展开了贴身肉搏，杰克被打得连连败退。此时的老丹强悍无比，杰克被他揍得鲜血直流，最后一头扔到了屋顶上。解决了对手的老丹看看时间，快到交钱截止的时间了，他必须马上把钱交给俄国人。他刚启动汽车准备离开，没想到杰克一头栽到他的车上，这小子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死也要拦下他。急于交钱的老丹有些慌了神，他赶紧加速倒车，可没想到忙中出错，把自己也撞得头晕目眩。杰克这个时候终于开始反杀了，最后抢走了他的钱袋子。此时街道上所有的居民都出来了，把2人围在了中心。老丹这个时候想用自己的权力和威严让人们解决了杰克，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平时对他唯唯诺诺的居民们这个时候都冷眼看着他无动于衷。老丹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是个警察，他戴上了警察的徽章，想用这个招牌阻止杰克干掉自己。他以为杰克不敢动手，毕竟这小子从来就没杀过人，于是他大摇大摆的要去捡枪，可没想到杰克一枪就打中了他的屁股，这下让他慌了神，他赶紧换了一副嘴脸，央求杰克赶紧把钱给他，可没想到杰克一把扯掉了他胸前警察徽章。而这个时候叶灵帮的老大走过来，他拿着枪竟然对准了老丹的头，他要掩护杰克离开这里。此时此刻所有人都不再怕这个一直作威作福的黑警。老丹终于自食其果，杰克拿着钱转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老丹的愤怒瞬间喷涌而出，歇斯底里的咒骂那些看热闹的毒贩，威胁说要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但老丹显然忘了一点，他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缉毒组组长，而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将死之人。毒贩们懒得浪费时间，纷纷转身回家。
就连他的情妇也抱着儿子离开。老丹彻底众叛亲离，但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逃命。他开着车上路了，他准备去机场躲避追杀。在等红灯的时候，一辆车停在了他的旁边，开车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他刚放下一颗心，没想到突然冲出来几辆车，把他前后左右拦住去路。老丹跌跌撞撞，口吐鲜血地爬到车外，拿出钥匙，想着假装去后备箱取钱，但是俄国人并不相信他。一代在街头上称王称霸的黑警惨死在街头，而杰克这个新人警察终于也结束了他的训练日，带着一身伤痛地回到了家。对他来说，他这一天学到的东西那可真是太多了，多到让他无法承受。当规则成为枷锁，生存需要妥协，你会选择向现实妥协成为饿狼，还是赌上一切反抗坚守理想？也许这对每一个走入社会的新人来说都值得深思。训练日，很酷的剧情，很酷的电影，也很酷的演员们。记住，这个世界并不模糊，是你的行为模糊了。